南极地下深处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不起眼的相机掉进了钻孔里，命运的齿轮悄然开始转动，它开始急速下坠，镜头所及之处，黑暗吞没了光线。南极之下会不会是克苏鲁神话中描述的神秘和恐怖？这短短的几十秒曾在网络播放过亿，大家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，盼着能从这坠向黑暗的镜头里发出点惊爆眼球的大秘密。但这一切不过只是虚晃一枪。南极洲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？为什么南极有企鹅，北极却没有？南极冰墙和地下城到底存不存在？今天咱们就顺着这波好奇，揭开南极神秘的面纱，思来想去，就从英雄之死开始说起吧。时间回到1912年3月29日，探险英雄斯科特蜷缩在南极的帐篷中，写下遗言：我们做了我们能够做的一切，死而无憾。我只是在寒冷中静静地睡去，真的好遗憾，可我已经支撑不下去了。斯科特的遗言于南极冰原上悄然定格，成为了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中的伟大的悲剧。当我们将目光从这些壮烈的个体故事中移开，把时间的指针往前拨转，就会发现人类对南极这片神秘大陆早已埋下了好奇的种子。南极 Antarctica 源自拉丁话的希腊语，是北极对面的意思。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地球是个球体，应该南北对称，因此在地球的最南端猜想有一个未知的陆地。直到1773年，英国冒险家库克船长首次进入南极圈，巨大的冰山阻挡了道路，只抵达距离南极120公里的地方。1820年，俄罗斯海军军官冯·别林斯高进带领船队到达距离毛德皇后地32公里的地方，成为第一个目睹南极大陆的人。之后的数十年间，探险家们登上了南极大陆，但始终没能向南极内部进发。直到1895年，世界地理学会通过了促进南极科学考察的总体决议，拉开了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。20世纪的头20年，10个国家组织了17次南极远征，都想成为征服南极点的第一人。1909年，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第一次到达罗斯冰架，穿越横贯南极山脉，踏上南极高原，离南极点只有160公里。5年后，他又卷土重来，组建了一支近乎完美的团队，准备穿越南极大陆。但是船只被浮冰挤压沉没，他们这次必死无疑。可是探险队却神奇般地熬过了700天的恐惧和绝望，全部生还。这成就了20世纪最伟大的探险故事，后来被写成了小说《熬》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读一下。在那个探险精神熊熊燃烧的时代，1910年，阿蒙森与斯科特展开激烈竞赛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南极点。阿蒙森是挪威的传奇探险家，16岁就随比利时探险队远征南极，经历了被冰海围困，靠吃动物才死里逃生。这段经历让阿蒙森把周全准备奉为圭臬。拉够了赞助，本打算征服北极点，却被美国人抢先一步，南极点成为了他的新目标。阿蒙森出发时还瞒天过海，连赞助者都以为他要去北极。直到1910年10月，在北非外海，他给正在墨尔本休整的斯科特发去电报，郑重地知会阁下，前进号正驶向南极。寥寥数语是一封战书，在冰原上空炸响。英国皇家海军斯科特的征程从一开始就厄运缠身，在去南极的路上，船差点沉了，之后遭遇海冰围困了20天，抵达南极时已万分仓促，雪地摩托卸货时坠入大海，北极矮种马扛不住南极的酷寒，可斯科特被南极点狂热症裹挟，绝不认输。1911年11月1日，斯科特咬牙出发，队伍由雪地摩托、矮种马、雪地橇混搭。反观阿蒙森只用狗拉雪橇，抢先启程20天，一路艰难跋涉。斯科特的队伍减员严重，到了最后只能靠人力拉雪橇。他们向着南极点做最后的冲刺。1912年1月17日，斯科特终于抵达了魂牵梦绕的南极点，但眼前插着的挪威国旗让他意识到自己输了。原来阿蒙森提前34天早已抵达，在南极点短暂的休整后，他们人力拖拽着沉重的雪橇返程。但不幸的是，队员埃德加·伊文斯因严重冻伤和营养不良，永远地倒在了雪地里。队员劳伦斯·奥兹双脚冻伤，不愿拖累队友，毅然拖着身躯走进零下40度的风雪，慷慨赴死。1912年3月19日，剩下的3人蜷缩在最后的一个补给站，被活活冻死。
7个月后，斯科特的尸体和被紧紧抱着的15公斤化石被搜救队找到，在这堆化石中发现了蛇羊齿属植物，这是他们唯一的骄傲。在这一年，德国人阿尔弗雷德·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假说，其核心观点是在远古时代，地球只有一块大陆，大约在2.5亿年前，大陆开始漂移。魏格纳找到了些证据，例如大陆轮廓契合，地质构造连贯，古生物化石相似等等，但因他非地质专业出身，大陆漂移动力机制存在缺陷，学说被冷落数十年。20世纪50年代，海洋地质学家发现了大洋中脊海底扩张，证实新地壳生成，老地壳外推，大陆漂移学说终成现代地学核心理论。聊到这里，大家肯定会提到那个地平说，这种理论认为地球是一个以北极为中心的圆盘，南极则是围绕在圆盘边缘的一圈冰墙，用来防止海水外溢。日月星辰如同探照灯，在地球上方旋转，照亮不同区域，由此营造出昼夜更替与四季变化。据说全球超过100万人还相信这种说法。言归正传，基于大陆漂移理论，继续聊南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。在地球46亿年的演化史中，大陆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约在5亿年前的寒武纪，地球上有多块大陆，主要为北半球的劳亚大陆和南半球的冈瓦纳大陆。冈瓦纳大陆包含了现在的南极洲、南美洲、非洲、印度和澳大利亚，是一个面积超过1亿平方公里的超大陆。4.16亿年前，泥盆纪，冈瓦纳大陆开始向南漂移。在3.6亿年前，泥盆纪末期，南极大陆就已经到达南极点附近，南极气候开始变得寒冷，但陆地上仍然存在植物。在2叠纪，南极大陆蛇羊齿属植物最为常见，是一种长在沼泽中的种子蕨，就是前文提到的斯科特找到的化石，是大陆漂移学说的重要证据。时间来到中生代，在2.5亿年前，3叠纪，南极大陆核工纲动物很常见，水龙兽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大约在1.6亿年前的侏罗纪，非洲大陆与南极大陆剥离，南极半岛逐渐形成。1.46亿年前，白垩纪，南极也生活着恐龙，如冰棘龙、冰河龙、南极甲龙。1.25亿年前，印度次大陆从南极大陆剥离，开启了一路向北的旅程。大陆解体导致赤道与极地间的洋流方向发生改变，热量交换开始变得困难，南极大陆逐渐降温。进入新生代后，在距今约4500万年前，古近纪始新世，澳大利亚与南极彻底分离，改变了南大洋的环流模式，热量交换变得更加困难，南极冰盖开始出现。在距今3400万年前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，温室效应减弱，全球气温下降，南极冰盖迅速增厚，海平面快速下降。约2300万年前，南极洲与南美洲完全分离，形成了德雷克海峡。在南半球强劲的西风带作用下，海水自西向东流动，为绕极流形成提供了初始动力。在南极环流地貌和地球自转偏转力的加持下，促使逐渐形成环形流动路径。南极海域温度盐度不同，导致了密度差异，引发海水垂直与水平运动，最终形成了南极绕极流。约1500万年前，新近纪，南极大陆大部分地区被冰雪覆盖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冰盖不断扩张加厚，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冰雪禁区。在这里插一句，结合大陆漂移学说，解释下为什么南极有企鹅，而北极却没有。用大白话说，就是在冈瓦纳大陆解体前，企鹅的祖先早已生活在南半球，随着大陆漂移来到南极，这里食物丰富，有吃不完的磷虾，也没什么天敌，就这样快乐的繁衍生息到今天。而北极却以海洋为主，大陆很少，北极熊等大型食肉动物占据了主要生态位，即便企鹅远迁至此，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，根本没有生存空间。现今的南极洲近似为圆形，1424.5万平方公里，年平均气温在零下25摄氏度左右，平均降水量仅有55毫米，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大陆之一。南极海岸线 2.4 万公里， 98% 的表面区域被冰雪覆盖，冰盖厚度平均达到2000米。巨大的冰架在粗糙的大陆基岩上缓慢滑动，当其抵达海岸时，就形成插入海中巨大悬浮的冰架。
南极资源极为丰富，预测石油储量超1000亿桶，煤炭储量5000亿吨，铁矿可供人类开发200年，其他有色金属储量也很丰富。平面上看，南极表面总共分成3大区域，以横贯南极山脉为界限，东边被称为东南极，西边被称为西南极。南极半岛与南美洲隔海相望。东南极是一片广袤平坦的冰雪高原，平均海拔2500米，掀开冰盖，气体座是稳定的克拉通，以古老的变质岩为主，冰层平均厚度1930米。这里有南极冰盖下最大的湖泊沃斯托克湖，位于冰川下4000米深处，数百万年以来一直与世隔绝。2012年，俄罗斯的科考队钻穿冰盖，取到了沃斯托克湖水样本，发现了大量怪异的微生物。西南极洲地形复杂，由山地、高原和盆地组成，平均海拔1290米，冰层平均厚为1080米。如果把冰层揭开，更像是一个群岛，遍布100多座火山。埃里伯斯火山是最大的活火山，一直处于活跃状态，不断翻滚着炙热的岩浆。南极最高峰文森峰海拔5140米，山势险峻，被称为死亡地带。南极半岛像一条伸向北方的手臂。1914年，探险家沙克尔顿极地求生700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儿。这里气候温和，南极仅有2种维管植物，发草和七骨草就生长在这里。半岛也是包括企鹅、海豹等南极动物的栖息地，大量的科考站设立于此。20世纪初，在第2次工业革命背景下，欧洲列强纷纷派遣科学探险队前往南极。英国早在1908年就声称南极洲是其领土，随后法国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阿根廷、挪威等国家都声称要瓜分南极洲。二战时，纳粹德国也来到南极科考，涵盖了地理勘测、资源勘探、寻找建立秘密军事基地，甚至是探寻神秘力量。这些国家为了瓜分南极大陆进行商讨，决定根据善行原则和先占原则对南极实施占领。二战后，南极洲的领土争端成为焦点，美苏双方都希望在南极事务中发挥影响力，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通过协商制定规则。在1959年，12个国家签订了南极条约，规定南极洲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。任何国家都可以在南极洲开展科学研究，但不得在南极从事任何形式的军事活动。目前，全球有30多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上百个科考站。由于地缘关系，阿根廷、智利等南美洲国家，它们离南极大陆距离较近。阿根廷先后建立了7个科考站，智利有5个科考站，美国建有6个科考站，其中麦克默多站是南极最大的科考站，夏季可容纳2000人，建有机场、港口、海水淡化工厂、商场、医院、酒吧等生活设施，甚至有南极大陆唯一的提款机。阿蒙森斯科特基地站以2位伟大的探险家命名，位于南极点，是研究地球磁场、高层大气物理以及宇宙射线独一无二的观测点。俄罗斯建有8个科考站，英国建有5个科考站，另外日本有4个，法国有2个，等等吧。我国南极科考起步较晚，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，但是由于在南极没有科考站，作为5常之一，面对南极事务决议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，所以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科考站。1984年，我国政府派出向阳红10号和海军 J121 号，搭载591人向南极进发，仅用2个月就建起了长城站，把5星红旗插到了世界尽头。此后，中国南极科考向着更广阔的南极大陆迈进。为了争取到中国在国际南极问题上绝对的发言权和表决权，1989年，我国在南极东部大陆建成第2座科考站中山站。为了在南极冰盖最高点区域开展科学研究，2009年第3座昆仑站建成，海拔4087米，为我国在南极天文学、冰川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平台。为了进一步满足在南极内陆科考的中继需求，2014年第4座泰山站建成，主体建筑采用架空离地的方式，像个红灯笼，服务于中山站到昆仑站内陆的各项科学考察。为了进一步完善南极区域科考的战略布局，第5座罗斯海新站2024年建成，后被命名为秦岭站。人类对南极100多年的探索中取得了不少新认识，在气候与环境领域观测到冰川消融加速，深入研究了大气环流与臭氧空洞问题，发现海洋温度盐度变化与酸化加剧，
在生态领域，掌握了企鹅、海豹等动物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，理清了海洋生态系统中食物链、食物网的结构，明确磷虾在其中的关键地位，以及气候变化对陆地苔藓、第一等植被生长状况的影响。天文领域，在宇宙大爆炸、暗物质与暗能量、超新星爆发、太阳观测等方面，全方位地加深了人类对宇宙的理解。视频的最后，你一定想知道如何去南极。如果你有科研梦想，还想免费去南极，可以加入国内外的科研机构。我国已经组织了41次南极科考，1年1次，一去半年。队员有来自海洋、冰川、气象、地质、天文等领域，有船舶、机械、电气、通信工程师，有医生、厨师、领队。具体可以关注国家海洋局、极地研究中心、中科院各大高校的招募信息，也可以自费去，这就要买船票了。可以从3个大洲出发，南美洲有阿根廷的乌斯怀亚、智利的蓬塔阿雷纳斯港、大洋洲新西兰的布拉夫港、澳大利亚的霍巴特港、开普敦港。船票10万到几十万不等。你要觉得以上方式不够刺激，还可以买艘船开着去南极。便宜的话可以买艘帆船，嫌小的话可以买艘破冰船，价格几千万到几亿不等。就像旅行团队一样，登陆南极之后，如果你肯出200万，还可以驾车穿越南极大陆，就像越野路书中的郑哥一样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这是新年的第1条视频，无数个日夜我对着屏幕反复打磨，只为呈现精彩。你们的关注和互动是我的精神支柱，谢谢大家。